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之行，我是张芷宁。前2天，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讲了她闺蜜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必须得赶紧跟大家讲讲。她闺蜜是一对新婚小两口，感情特别好，省吃俭用好几年，就为了圆一个浪漫的海外海岛蜜月梦，怀着那种像踩在云彩上的兴奋劲儿，就飞过去了。你们想，阳光、沙滩、椰林树影，多美好的画面，结果呢？这美好的画面在飞机落地那一刻碎得连渣都不剩。俩人刚下飞机，还没等顺着人流走到海关大厅，被几个穿着制服、表情特别严肃的当地警察给拦下了，完全不听你解释，直接就把那个新郎官给扣住了，带去了一个旁边的小房间。原因荒唐到你都不敢信，仅仅是因为那个小伙子觉得要去海边度假吗？特意买了一条特别潮、特别有户外感的迷彩印花短裤。所以今天张芷宁就想跟朋友们聊出国旅行到底怎么穿衣服。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觉得出国手续齐全就行了，我穿什么那是我个人的审美和自由。今天张芷宁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在国门这道红线面前，在你踏上一个陌生国家土地的第一刻，还真就没有你想的那种绝对的穿衣自由。我要给大家清楚地盘点出来，出国旅行时有哪3类衣服是绝对不能穿，连放在行李箱里都最好避免的禁忌品。如果你正在筹划一趟开心的家庭旅行，一次甜蜜的伴侣度假，或者想犒劳辛苦1年的自己，请你一定耐心地把接下来的内容看完。如果你觉得张芷宁的这番话能帮你避开一个坑，保住一份好心情，请大家在评论区用旅途平安4个字给我，更是给你自己留下一份祝福和提醒。这第一类，咱们就从刚才那个让人心疼的故事说起，就是一切带有迷彩元素和仿军装风格的衣物配饰。咱们国家很多朋友，特别是父辈们，对军绿色迷彩有种特殊的情结，觉得穿上精神硬朗有力量感。年轻人呢，也喜欢那种工装军事风，觉得帅气有个性。在国内，这完全没问题，甚至是一种穿搭文化，干活还耐脏。但是，朋友们，只要你踏出国门，你的穿衣逻辑就必须立刻切换。尤其是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地区那些风情万种的海岛国家，比如巴巴多斯、牙买加、圣卢西亚，或者是非洲的尼日利亚、中东的阿曼、沙特等地，请你务必千万一定把你的迷彩 T 恤、迷彩短裤、迷彩帽子，哪怕是迷彩图案的小背包、钱包，都从行李箱里请出来，放在家里。为什么这些地方对迷彩如此敏感，甚至上升到法律层面呢？大家要理解一个深层次的背景，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我们祖国这样长期和平稳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军事力量是维护社会安定的绝对核心。迷彩服是军人和警察区分于平民，在执行任务时保护自己、识别敌我的关键标识。你想想，如果大街上平民也随意穿着迷彩，一旦发生突发治安事件或冲突，军警人员如何在瞬间做出判断，会不会误伤？为了杜绝这种安全隐患，他们的法律才如此严格。这种严格是刻板的，是不通融的，没有不知者不罪这一说。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在某个加勒比国家的机场候机，就看到一个大概5、6岁，
虎头虎脑特别可爱的小男孩，背着一个迷彩小书包，上面还有个玩具塑料望远镜的装饰。过安检时，安检人员脸色立刻变了，非常严厉地要求家长把书包打开检查。最后尽管确认只是儿童玩具，依然坚决地把书包没收了，并且对家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训诫。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家长又窘迫又后怕。所以千万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觉得我这不是军绿色，是粉红色迷彩，我这是时尚变形图案，不是标准军用迷彩。在海关和安检人员受过训练的眼睛里，只要是那种不规则、模拟环境伪装效果的色块斑点组合，一律都可能被判定为迷彩元素。为了不给自己万里之外的旅程埋下一颗莫名其妙的雷，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彻底避开所有迷彩。出国旅行，上衣裤子就选纯色的、简洁的，或者带有明确风景、动物、几何印花的，安全又大方。这第二类千万要小心的衣服，可能很多追求时尚的朋友，或者不太懂外语的叔叔阿姨更容易踩坑，那就是印有你完全看不懂的外文标语、口号或者含义模糊、图案敏感的衣服。现在市面上衣服设计五花八门，很多潮牌 T 恤、卫衣上都喜欢印上一大串英文、日文或者其他语言的句子。咱们买的时候，往往只看版型、颜色和字体设计是不是好看、洋气，根本不会去深究那一串字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你知道吗？在国外的文化语境里，衣服上的文字和图案绝不仅仅是装饰，它被认为是穿着者个人态度、立场甚至价值观的一种公开表达。有些国外的快时尚品牌或者小众潮牌，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会在衣服上印制一些非常出格的内容。比如含有毒品暗示的图案，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词语或漫画，甚至是一些直接挑衅法律、侮辱警察、宣扬暴力的极端口号。咱们因为语言隔阂，看着就是一堆花纹，但当你穿着这样一件信息炸弹站在外国海关官员面前时，那个画面你敢想吗？海关官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警惕性极高，对一切潜在的威胁和冒犯都极为敏感。他抬头一看，你胸前明晃晃地印着类似"我讨厌警察"、"炸弹"之类的词句，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立刻把你判定为一个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危险分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定会把你从队伍里叫出来，进行重点盘查。你的行李箱会被打开，每一件物品都会被仔细翻看，你的每瓶药都会被询问，你的行程会被反复核实。严重的话，真的会被带到单独的询问室，接受几个小时的盘问，耽误航班都是小事，那种精神上的紧张和恐惧，才是真正摧毁旅行心情的。你说你冤不冤？你本意只是想穿件好看的衣服，但在对方看来，这可能是无知的傲慢，或故意的挑衅。我身边就有一位同事的妈妈，去美国探亲，穿了件儿子以前买的旧 T 恤，上面印着一个挺酷的骷髅头图案，下面有一行花体英文。老太太哪懂啊，就觉得颜色挺鲜亮，结果在入境时就被海关拦下了，因为那行英文是某句非常粗俗的脏话。老太太被单独问话，翻译来了才搞清楚状况，又羞又急，血压蹭蹭往上飙，差点当场晕过去，后续的旅程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张芷宁给所有朋友们，尤其是外语不那么灵光的朋友们，一个发自肺腑的忠告：买衣服时，只要上面有你不认识的外国文字，哪怕只是一个单词，
只要你不能100%确定它的含义是正面、中性、无害的，这件衣服就不要买来作为出国穿着的备选。更稳妥的做法是，出国期间尽量选择没有任何文字图案的纯色基础款，或者咱们可以特意选择一些印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衣服，比如水墨山水、京剧脸谱、可爱的熊猫、书法字体等等。这样的穿着既安全得体，又能不经意间展示我们文化的魅力，让人感到亲切和尊重，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这第3类可以说是经济惩罚最严厉，后果也相当长远的一类，就是全身穿戴明显的假冒名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仿 A 货。咱们中国人有时候挺讲究面子工程，出门旅游总觉得要穿得光鲜亮丽一点，才显得有底气，不被看清。有些朋友觉得真品奢侈品太贵，买个高仿的包包、皮带、鞋子样子差不多，价格才1/10甚至1%，备着玩玩也无妨。在国内某些场合，大家可能心照不宣，一笑而过，但是如果你旅行的目的地是欧洲，特别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时尚产业发达，同时也是假冒伪劣产品重点打击区的国家，那你这一身高仿行头，无异于自己举着一个快来查我的牌子往海关枪口上撞。大家要清楚，在这些国家，海关官员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和奢侈品产业。他们中的很多人真的接受过识别真伪奢侈品的专业培训，天天跟真货打交道，眼睛毒得很。你身上那个仿品包包，可能在普通人看来以假乱真，但在他们眼里，走线的针脚、皮质的纹路和光泽、五金件的刻字和重量，甚至是内衬的质地和 logo 的字体，处处都是破绽。一旦被他们认定为故意携带假冒商品入境，后果绝不是把东西没收那么简单。首先，你心爱的假包、假表肯定会被当场没收并销毁，紧接着，一张让你目瞪口呆的罚单就会开出来。这个罚款的金额可不是按你买这个假货花的几百几千人民币来计算的，而是按照这个品牌正品在当地市场的官方零售价来计算的。举个例子，你买了一个仿制的某奢侈品牌手袋，花了800块，但这个包的真品在巴黎专柜卖3000欧元。那么，海关有权对你处以相当于正品价格1到2倍的罚款，也就是你可能要当场缴纳几千甚至上万欧元的罚金。你想想，咱们普通家庭攒点钱出国玩一趟多不容易，可能整个旅行预算也就这么多钱，结果因为一个假包，还没开始玩，先罚掉一大半，这趟旅行还能开心吗？这回去不得心疼的睡不着觉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会留下一条不良的入境记录，以后你再想申请欧洲的申根签证，难度会大大增加，很可能直接被拒签。因小失大，后悔莫及。所以张芷宁在这里真的要苦口婆心地劝大家，旅行中的底气和体面，从来不是靠一个 logo 撑起来的，而是靠你从容的举止、得体的谈吐和发自内心的自信。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喜欢某个品牌，那就攒钱买一件真的经久耐用。如果你觉得没必要为品牌溢价买单，那咱们就大大方方地背一个设计好看、质量过硬的非名牌包包，或者支持咱们优秀的国产品牌。现在很多国产包包、鞋子设计感一点不差，用料也扎实、诚实、坦然，比任何虚浮的 logo 都更能赢得尊重。千万不要为了那一丝虚荣心去冒这么大的法律和经济风险，真的不值得。
除了上面这3条高压线，还有2个穿衣打扮上的小细节，张芷宁也忍不住要再多啰嗦2句。一个是关于穿着过度暴露的问题。如果你去的是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佛教文化深厚的东南亚国家，或者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那些在国内海边很常见的吊带背心、热裤、超短裙，在参观寺庙、清真寺等宗教场所时是绝对禁止入内的，这是对当地信仰和习俗最基本的尊重。最好随身带一条披肩或长围巾，需要时可以迅速遮盖。另一个是过度炫富式的穿金戴银。出门旅行，有些朋友喜欢把最贵的首饰都戴上，觉得这样有安全感或者显身份，但这其实非常危险。一方面，沉甸甸的金项链、金手镯、钻石戒指很容易在过海关时引起官员的警觉，怀疑你是否在走私贵金属或涉及洗钱，从而对你携带的现金、资金来源进行严格审查，徒增麻烦。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这在治安状况复杂的旅游区，就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我很有钱，快来抢我！小偷、飞车党最喜欢盯的就是这样的移动保险柜。咱们出门是为了放松和享受，不是为了提心吊胆地展示财富。财不外露，低调平安，才是旅行中最顶级的智慧。好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不能穿的，估计很多姐妹心里要打鼓了。芷宁姐，你这也不让穿，那也不让穿，那出国坐长途飞机，一动就10来个小时，到底该怎么穿才能又舒服又体面，还能应付飞机上和目的地各种不同的温度呢？别急，作为一名资深空乘，天天和长途飞行打交道，我当然有一个私藏的万能穿搭法宝要分享给大家，我管它叫洋葱穿衣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穿衣服，每一层都有它的作用，可以随时根据温度变化穿脱调整。大家首先要明白，飞机客舱是一个很特殊的密闭环境，空调为了确保那么多人的舒适，通常开得比较强，温度大概就维持在22度左右，而且高空空气干燥，你在地面可能30度高温，穿着短袖还冒汗，但上了飞机坐一会儿就能感觉凉飕飕的，再加上高空飞行气压变化，身体容易胀气，四肢末端容易水肿，所以我们的穿搭必须围绕保暖、舒适、灵活这3点。第一层，贴身的打底层是舒适的关键，一定要选择柔软、透气、吸汗的天然面料，比如纯棉、莫代尔、丝绸等材质的短袖或长袖 T 恤，千万不要穿化纤的、紧身的、不透气的内搭，在干燥的机舱里闷着，会让你浑身不舒服，皮肤发痒。这一层的作用是保持肌肤的干爽和基础温度。第二层，灵活的调节层是智慧所在，在打底衫外面套一件开衫、针织衫、卫衣或者薄款羊毛衫，最好选择开襟式样的，这样你可以非常方便地根据体感温度随时穿上或脱下，甚至可以半披着。这一层是应对机舱内温度和目的地机场温度差异的主力。第三层，终极的保暖防护层，是让你安心的保障。这件衣服不一定时刻穿在身上，但一定要放在随身行李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比如背包里或者搭在手上。推荐轻薄的羽绒服、抓绒外套，或者一条超大、超柔软的羊绒针织披肩。这条大披肩简直是神器，上了飞机，它可以当毯子盖；下了飞机，如果突然变天或机场空调太冷，它能瞬间变成外套。到了酒店，可以当披肩装饰。
去海边还能防晒或当拍照道具，实用度满分。说完了上半身，咱们再看看下半身和脚。下半身的核心原则就一个字：松。绝对要避开紧身牛仔裤、塑形裤袜，任何有束缚感的裤子。长时间坐着，腿部血液循环不畅，再被紧紧勒住，你的脚踝和小腿真的会肿起来。严重的话，下飞机时鞋子都穿不进去。最理想的是选择面料有弹性，腰头是松紧带的休闲裤、运动裤或针织裤，不系皮带，让你的腹部在飞行中也能自由舒展，这样你才能更好地享用飞机餐，也更容入睡。鞋子更是舒适度的重中之重，别为了好看穿需要系一大堆带子的长靴、皮鞋或者高跟鞋。要知道，过很多国家的机场安检时是要求脱下鞋子过 X 光机的。你想想，后面排着长队，你一个人在那弯腰费力的解鞋带、系鞋带，多尴尬多耽误事。最佳选择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方便穿脱的健步鞋，或者透气的运动鞋。上了飞机之后，建议你换上自己带的一双干净棉袜，或者酒店提供的那种一次性拖鞋，让双脚彻底放松，这对缓解水肿和疲劳有奇效。姐妹们，说到跟上旅游穿搭这门学问，千言万语归结起来就是得体二字。这个得体，首先是对目的地法律、文化和习俗的尊重，避开我们刚才说的所有雷区；其次才是对自己的身体和旅途舒适度的尊重，采用科学合理的穿法。去海边，我们就备上飘逸的长裙和防晒衫；去爬山，我们就穿上专业的冲锋衣和徒步鞋。去城市观光，我们就选择轻便的休闲装，千万不要为了拍一张标新立异的照片，去挑战别人的法律底线，也不要为了所谓的时尚，让自己的旅途受罪。海关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是法律执行的第一道关口。咱们作为客人，到了别人的家园，遵守人家的规矩，是最基本的礼貌和智慧。那件你觉得很酷的迷彩外套，那件看不懂但字体很帅的英文 T 恤，那个让你觉得很有面子的假名牌包，他们在家里或许无伤大雅，但一旦被你带出国门，就可能变成随时会引爆的隐形炸弹。张芷宁真心不希望我的任何一位观众因为这样完全可以避免的小疏漏，在异国他乡被关进冰冷的小房间，面对严厉的盘问和沉重的罚单，最后带着一份遣返记录和糟糕的回忆回家。咱们旅行图的是开阔眼界，享受生活，创造美好记忆。我们要的是高高兴兴的出发，平平安安的归来。把钱和精力都花在体验美食、欣赏美景、感受文化上，而不是白白交给海关作为罚款。好了，今天关于旅行穿衣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最后，张芷宁再唠叨一句最实在的行动指南。在你最后合上行李箱的那一刻，请务必花上3分钟，把手按在衣服上，再过一遍，有没有哪怕带一丝迷彩元素的？有没有印着看不懂的外文字母或怪异图案的？有没有那种带着巨大明显假 logo 的？把它们换成纯棉透气的 T 恤，换成宽松舒适的长裤，换成那件你最常穿、觉得最自在的开衫。旅行最美的装扮，永远是一张放松的笑脸和一份从容不迫的心情。如果你觉得今天张芷宁的这些话对您有用处，那么请你一定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你这随手的一个转发，很可能就帮他们避开了一个天大的麻烦，保住了一份珍贵的假期预算和一份完美的好心情。当然，出国准备千头万绪，除了穿衣，可能你还有很多疑问，比如常用药能不能带，带多少，火锅底料、老干妈这些吃的能托运吗？带多少现金合适？如果你有这些问题，就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留言。我是张芷宁，不要忘记订阅健康之行这个频道，咱们下期视频再见。